缉毒组在不久前发现有人利用邮递方式进行运毒。根据线报，在今年的6月2日，根据邮件上的地址，在被告家中发现一个藏有大约1公斤可卡因的包裹，于是当场拘捕疑犯王月，也就是法庭上的起诉被告。控方决定以运毒和贩卖毒品罪起诉被告。毒品是不是从被告家中搜到的？是，法官大人，起诉书上已经写得很清楚。被告，你是否认罪？法官大人，我代表我的当事人承认控罪。不会的，我的儿子很老实的，他不会碰毒品的。法官大人，我的当事人因为贪婪所以犯罪，但鉴于他是初犯并患有轻度智障，所以才做出这个愚蠢的行为，希望法庭可以予以轻判。被告，你确定认罪？法官大人，被告已经签署了书面认罪书。那是不是我不可以当面听到被告亲自回应这个问题？被告，你知不知道1公斤的可卡因值多少钱？3000。以市价来算，1公斤的可卡因值80万。法官大人，正如刚才所说，被告已经签署了书面认罪书。我现在想请证人回答我一个问题。黄昭警官，呈堂证物的毒品是不是你从被告家里完整的搜出来的？法官大人，没错，所有毒品都是从被告家里搜到的。如果这批毒品是完整的从被告家里搜出的话，为什么这些毒品的包装上面沾满了泥沙，还有杂草呢？被告，我现在问你一些问题，你想清楚再回答我。当天那个包裹是不是你亲自签收的？你家的地址有没有被其他人使用？警察拘捕你的时候，你是在自己家里，还是在外面呢？他们跟我说，他们跟你说什么都不重要。在法庭上面，我只需要听真话，也只有真话才可以帮到你。对呀，说真话。不是我签收的，我表哥经常寄一些包裹到我家里，我那时候准备上班，他们就冲进来抓了我，我在家里。被告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确定承认你的控罪？我没有贩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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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贩毒。本席认为，本案存在着3个重大疑点。第一，包裹不是被告人亲自签收。第二，毒品也不是在被告家里找到，否则毒品包装上面不会残留这么多杂草和泥沙。第三，被告根本不知道毒品的价值，而他的银行账户里也没有发现大额存款。至于被告为什么承认一些他自己没做过的事，很明显大家看到，无论他的智商还是他的学历，都在大家之下。但他有最可贵的本性，就是诚实。法官大人，我也是根据警方的证据和认罪的口供才提出起诉的。法官大人，我一开始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收到的指令，就是帮当事人认罪和求情。鉴于起诉的内容与事实不符，也基于合理的疑点，利益归于被告，本席宣判，被告王月
无罪，当庭释放。多谢，多谢。没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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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子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谢谢法官，谢谢法官。黄警官，什么事啊，法官大人？当警察多久？13年了。我想你回去想一想，当天你穿着制服毕业的时候所做出的誓言，别因为时间久了就忘记了初衷。师傅，窦文，刚才真的太过分了，控辩双方都这么不负责任。你说，那份认罪书是怎么签下来的？你说呢？这还用说？肯定是。记住你律师的身份，凡事讲证据。不好意思，秦法官，你们暂时不可以回办公室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在你办公室发现了可疑物品，怀疑是炸弹，拆弹专家正在处理。那辛苦你们了。你一点都不意外？我坐上法官这个位子，判了这么多人坐牢，有多少人想我死，我也数不清了。Madam， 是假的。敢恐吓你的，看来只有一个人，而且不是第一次了。备受社会关注的韩奎龙严重伤人、意图谋杀案件即将开审。韩奎龙乃韩氏集团创始人。20年前，他参与虎岩木棚区重建，之后在该区经营地产和赌厅生意而发迹。曾有传言称，韩奎龙幕后操控犯罪集团，在合法的赌厅业务背后赚取非法利益，并参与高利贷、勒索保护费及贩毒等犯罪活动。韩奎龙更被怀疑策划多宗袭击政府公职人员的严重案件，但最后都因各种原因而脱罪。今日，他再次因犯下刑事罪行而被起诉。案件由以公正无私著称的法官秦玉主审。鉴于韩奎龙这次被捕的第2天，原本负责本案的外籍检控官和他太太被杀手袭击受伤，所以秦法官自从开始审理韩奎龙案件后，一直在警方的严密保护下，直到今日开庭才公开露面。报告指挥中心，秦玉在侧门安全下车。韩奎龙一案到底能否入罪？好港的法治和秩序又能否得以捍卫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被告韩奎龙现以严重伤人及意图谋杀罪进行起诉。开庭。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我怀疑是韩奎龙做的。魏师傅，你想一想啊，你判了他12年啊，黑社会老大啊，肯定会报复你的。先别提韩奎龙了，他黑白分明，一眼就能看穿。
有些人你根本看不透，不知道是人还是鬼。要么跟他们同流合污，要么傻傻的被他们利用。这些都是上课学不到的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为什么要后悔？实现社会正义是律师应该做的嘛。开车专心点。好了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师傅，我打听到是谁跟你竞争法院院长的位置了？随便吧，管他谁。是那个卢法官啊。不过他真的很狡猾。有一次我去听审，看见他引用司法程序错误逼走检控官，还撤销了对被告的控罪呢。其实我参选就是不希望妥协文化影响了法治精神。法院院长这个职位对品格有更高标准的要求，我相信没有人能比得上我们最公正无私的秦玉法官。小心开车。师傅，拜拜。拜拜。老公，找到了。哎，一伟，你不是说今天有校际篮球比赛，要去当啦啦队吗？不想去。你饿了吗？我不饿。都是成年人了，衣服到处乱扔。为什么鞋底会有血迹啊？你受伤了？伤哪儿了？不是我的鞋。那是谁的？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
我想去看妈妈，所以早上看到你没有开车上班，就开了你的车出去。你才刚拿驾照，就开车出去？不是说好了我先陪你熟悉一下吗？怎么就……喂，你撞到人了，那些血是伤者的。我没看到那辆摩托车，我当时在最左边的慢车道，我的注意力全放在右边，没想到那辆摩托车会突然从左边超车。就是你撞到了摩托车，然后怎么样了？然后我跑下车看他，之后怎么样？我很害怕，然后哮喘发作。我问你，撞到伤者他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他没站起来？我不知道。他是不是死了？他当时还能动，后来怎样我不知道。对不起，完全是个意外。也就是你开车撞到了摩托车，然后你没有管他，把他扔在街上，之后你自己跑了。我带你去自首，你长大了，你要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承担责任。来，不要，不要报警。OK， 你先听我说，如果你现在去自首，你是实习驾照，你又有哮喘，加上你家里最近发生的事，你是说妈妈的事？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。况且你没有案底，法官有可能轻判的。如果你等警察上门抓你的话，你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。那我是不是要坐牢啊？那就要看你撞的人是生是死，不要问这些。你不是法官吗？法官了不起啊！法官是不是就能撞死人呢？现在是你肇事逃逸。我们去自首啊！记住，一会儿不要多嘴，但你要说事实。人家没有问的，你就不要主动陈述。你就说，当时你在开车，突然哮喘发作，你很怕很紧张，喘不过气，所以才发生这个交通意外。后面的事，我再想办法。那我要坐多久了？暂时先别说这些，好不好？不用怕儿子，在法理上你虽然有错，但情有可原。我先进去跟他们说一声，你在车上等我，自己冷静一下啊，不要怕。哎，秦法官又来找唐督察。对。他在2楼。Madam 大案子，怎么了？中午肇事逃逸案件的摩托车伤者身份确认了，韩奎龙的大儿子韩刚，抢救中，不知道能不能救活。马上封锁消息，别让媒体知道伤者就是韩刚，能拖多久是多久。还有，找人盯着韩奎龙，很快会有人向他通风报信。Yes, Madam。
外意外，马上开车离开警署，在附近等我。啊！也尽量不要被人发现。啊！钱法官。啊！你找我啊？一会儿打给你。我。是一伟。本来我打算去接他，谁知道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，发现我的车不见了。你的车不见了？被人偷了？如果你忙的话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明天再找你。确实有事发生，不过我们正在处理。但是你一个法官被人偷了车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想可能是普通偷车案而已，没那么复杂。只要是你钱法官的事，不管大小，我都会亲自负责。去我办公室。来。这里不能停车，是警车专用位。我刚刚才拿到驾照，你给我一点时间 ，sorry。怎么不贴实习标志？你自己开过来的？我爸开过来的，他在里面。今天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车被偷了？大概早上10点左右，我走出门口，那辆车当时还在，但是我下午回来，车就不见了。为什么你今天没有开车上班？因为我发现车检到期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开。回来的时候也是周洛文送我回来的，就是今天在法院你看到在我身边那位。是他，怀疑爆炸案。今天几个大案子搞得我头都晕了。是吗？什么事？喂，别挡路，你先下来，我帮你挪车。记得跟你爸说，新手一定要贴实习标志，不然你一个人不能开车的，明白吗？交通意外，肇事逃逸，车祸后不顾而去。严不严重啊？被车撞伤的是韩奎龙的儿子韩刚。韩奎龙的儿子韩刚。自从韩奎龙入狱之后，旧城帮的戚长荣就蠢蠢欲动，但他没有想到韩奎龙的儿子韩刚比韩奎龙更狠，所以他一点好处都没捞到。这次这件事被撞的是韩刚，背后谁最有动机，大家一目了然。如果两个帮派真的厮杀起来，不知道会死多少人。那个伤者现在情况严重吗？钱大法官，说不定这个案子早晚要交给你审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好。不是叫你离开警署吗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刚才引擎突然熄火，然后警察说我挡住了前面的车，引擎又没反应，他就把我的车停在这里了。还有，他说我没贴实习标志，然后登记了车牌。谁呀？刚才从你旁边经过的那个人。哎，周三，帮我看看我的车，有点不正常。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开出去撞到了？
们不是要自首吗？现在自首没有用了，被你撞伤的人是韩奎龙的大儿子韩刚，严重伤人，意图谋杀。我判了韩奎龙12年。如果让他知道你撞伤他儿子，你进去之后就别想出来了，要不就用你来折磨我。龙哥，什么事？有个坏消息。讲。你的儿子韩刚被车撞伤，正在医院抢救。生还是死？情况危急，已经找了最好的医生。我问你是生还是死？要等他做完手术才知道。谁干的？暂时不知道，凶手逃走了。我要见我儿子。龙哥，这个恐怕有点难。你知道要走。我一定要见我儿子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做不了主是吧？找能做主的来，去。今天早上大概10点左右，你照常坐巴士去学校，但是你突然发现你哮喘发作，于是你在公园那站下车。你休息一会儿并没有好转，所以你没有去学校，你回家了。你回家的时候大概12点左右，发现车已经不在了。你以为我开走了，所以没有在意，其实是因为车没有做年检，我叫了法院的车来接我，直到下午我回来的时候才发现车不见了。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，你定性的。一会儿我出门之后，不要跟任何人接触，知道吗？谁啊？阿贵，是我，秦玉。我没想到是你。是这样的，最近卖了一批私烟，原来被水泡过，钱我已经赔过了，我怕他们来会找我麻烦，所以保护一下自己。你找我有事啊？是，我有件事想你帮忙，不知道能不能尽快帮我把车处理掉。尽快处理掉，是我理解那种。自从把韩奎龙判刑之后，总遇到麻烦。车是谁的？因为有些事我不方便出面，所以才找你帮忙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会帮你处理好。
你好。秦法官找我聊几句，没事的。进来聊吧，到处都是戚长荣的人，很碍眼。吃过饭了吗？叫阿宝过来找我，我有一些事找他帮忙。阿威经常说，他有一个小学同学是做法官的。当年，阿威他在警队里面被人栽赃嫁祸，幸好有秦法官你来帮他主持公道，还他一个清白。所以真的很感激你救了他。其实当年的案子，是因为证据不足而已。我早就说过，他不是因为我们是老同学才帮我的，他只是不想坏了他秦法官从不枉判的名声而已。哪有人这么说话的？虽然阿威最后还是被警队革职，外面黑白两道又针对他，很难谋生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很感恩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。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是很重要的。妈妈要睡觉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我们睡觉。那好吧，你们慢慢聊。来，好，睡觉。早点睡啊。阿宝来了，车钥匙。好。舅舅，你老妈有没有唠叨你啊？最近钱够用吗？老二、老三要交学费，老四还要买奶粉，钱永远都不够用的。拿去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能赚。我提醒过你很多次了，别跟着齐长荣的手下混。嗨，跟谁都无所谓，能赚钱就行。错一次就害你一辈子。你要赚钱呢，就来找我，至少我会罩着你。干嘛？帮我把车拆了，就当赚了这笔钱。就这，太简单了。车钥匙呢？车要拆，就是不想要麻烦，也不想让人知道。那。行，舅舅你说了算。行不行啊？喂，你行不行啊？开了。忙了一天，先吃点东西吧。老爸知道了吗？
罗强去通知龙哥，每个口也吃一点。老爸在坐牢，家里的生意全靠大哥在管理，结果出了这种事，老爸肯定头疼了。如果出事的人是我，可能会简单一些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们两个都是龙哥的儿子，谁出事他都不想的。灵医，队长，刚少怎么样？做了手术，但情况并不乐观。我爸怎么说？龙爷说，把好岗翻个遍，也要找到那个家伙。截止目前，伤者的身份仍未确认，警方也拒绝透露更多相关信息，只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，有最新情况，晚间新闻会持续报道。一位，爸爸，我在等你回来。放心，我处理好了。爸爸，我不想连累你，我会承担后果。快去睡吧，睡醒明天就没事了。就是这里。乱动！哎，这里交给我。别乱动！海胆，喂，早，秦法官，没吵醒你吧？没关系，请说。你的尸车已经找到了。过去数年，各个黑社会帮派之间的暴力冲突，加上去年警察，包括狱警和检控官等多个公职人员被袭击，已经导致有东方蒙蒂卡罗之称的好岗失色。9个月前，有黑社会背景的商人韩奎龙被判刑后，好岗似乎恢复昔日的和平稳定。但自今天清晨起，韩奎龙所属的黑社会集团与旧城帮之间发生多起集体斗殴事件。相信市民现在提出最多的疑问就是：好岗何时才能永久获得平静？
我一会儿要去一趟警署。为什么？我们的车被人找回来了。找回来了？你把车开哪里去了？总之，我们的车不见了。报警之后，现在找回来了，要去警署把车拿回来。这些都是属于正常流程，不用担心。他们找到那辆车，就知道是我做的了。他们只是找到了车，没有说车撞到人。吃完早餐，我送你上学，跟平常一样就行，不用怕。你继续吃，我一会儿回来。糟了，车被警察扣了。我知道，警署通知我了。他们为什么找你？那辆车是你的。他们怎么会扣留我的车呢？昨晚帮我们把车开走的那小子叫马山宝，是我家表妹的儿子。今天警察一大早找到他妈。那警察为什么要扣留我的车？你为什么要把车拆了？为什么那辆车是尸车？阿威呀，你别再不停地问我问题了。我找你帮忙，那辆车肯定有问题呀。你先告诉我，他们为什么要扣留我的车呀？不知道阿宝是倒霉还是走错路，他正好遇到齐长荣和韩奎龙的手下在聚众斗殴，他的车呢被警察前后围堵，堵了个正着。现在警察要告他偷车，还有无证驾驶。那你觉得现在应该怎么处理才好啊？还能怎么样？把他保释出来再说。他跟齐长荣有什么关系吗？他是不是初犯？住在旧城区的，多少跟齐长荣肯定会扯上关系的。阿宝虽然是小混混，但打家劫舍的事他是不会干的。他是个好孩子，必须想办法把他保释出来。我帮他找个律师。以他现在的情况，不是应该找法律援助吗？周洛文律师以前是我的学生，他能帮上忙。律师费要多少？你好，周洛文律师事务所。喂，洛文呐。师傅，找我当司机啊？我正好闲着，在事务所也没事做。不是，我想介绍个委托人给你。真的？是啊。昨晚发生的一起涉嫌偷车被捕案。会有一位曹先生联系你。曹先生？是，曹威尔。我把你电话给他了。师傅啊，我第一次自己接案子，如果遇到什么问题，你会帮我的吧 ？OK， 当然了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随时找我。师傅，拜拜。OK 了，你再打电话跟他聊一聊。还有，最重要通知你外甥，律师没来之前，什么都别说。这些你懂的啊。我知道了。那我先走了。秦法官，直接去法院。送我儿子回学校，然后送我去东区警署，谢谢。能够为偶像服务，应该的。哎，小心开车。哦，知道知道。昨天才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，路面安全确实应该注意。刚刚新闻还报道呢。警方对肇事逃逸案的调查，据说已经有突破性的进展，但目前还没有相关消息透露，伤者仍然没有脱离危险。撞到人肇事逃逸，真不知道什么人能干出这么缺德的事，不怕遭报应吗？停车！啊，爸爸，这里有巴士站，我想坐巴士。麻烦你停下车。哦，好。他没事吧？
直接去警署。好，知道。关掉收音机。好。昨天的案子你怎么看？其实抢女人、抢话语权、抢地盘，这些对社团来说，向来都是家常便饭、常有的事。我猜老大你关心的应该是韩刚肇事逃逸那件案子吧？情报科总督察施 Sir， 你怎么看？那韩奎龙现在进去坐牢了，齐长荣肯定想借这个机会上位。但是韩奎龙称霸了这么多年，齐长荣现在想扳倒他也不那么容易，而且会很麻烦。而上级在意的只有2个字：稳定。很简单，那就先给韩奎龙尝点甜头，放他出去看看他儿子，让他消消气，对吧？后面的事再慢慢谈。至于聚众斗殴都是小事，就当替库房省点伙食费喽。但韩刚那个肇事逃逸案真的要跟紧点儿。报告大 Sir， 昨晚2个黑帮持械斗殴，多人受伤，而且还涉及刑事毁坏。至于是不是跟韩刚的车祸有特别关系，还在调查中。不用调查了，全部放人。放人？我们昨晚查到，这是命令。听不懂中文。出去的时候关门轻一点，像不像？香气很足啊，入口非常柔和。Yes sir。比那些厚重的确实好很多啊。秦法官，你真幸运，要是以前在东区报失10辆车，1辆都找不到，你这辆1晚上就找回来了。你看一下，我们找到车的时候，车头灯和车门是有损坏的。如果报失之前没有损坏，就要写下来。报失之前没有。那你签个字。OK。只是例行公事。我们找到那个年轻人，没驾照就开车，没把你的车撞散就不错了。我可以拿回车了吗？哦，可以。有没有带车钥匙来？要不要帮你叫拖车？哦，有。好，谢谢。啊，秦法官。跟你竞争法院院长的是不是卢维德法官？好像是。如果之后有什么要帮忙的，随时吩咐。法院圣地，我们也不希望被一颗老鼠屎弄臭了。我尽力，不过还是能者居之。谢谢你，拜拜。哎，秦法官，你的车。拿回车之后记得做车检，还有要换车头灯，安全第一。谢谢。你怎么了？放松，跟着我的节奏呼吸。谢谢。给。好一点了吗？你昨天为什么不来看比赛啊？走吧。对了，教练，我忘了带笔记，我先走了。龙哥，你应该能猜到你在这里，外面有多乱，对吗？没必要牵一发而动全身嘛。先喝一杯咖啡，龙哥，给我一点时间。你有需要的话，就让你放2天假去看你儿子，让你的手下回家休息一下，没必要搞那么僵。什么都不确定，太浪费了。
来。胡 Sir， 上级有什么指示？把昨天抓回来的人，不管是戚长荣还是韩奎龙的人，全部都放了。什么？抓了3车人回来，又伤人又行贿的，还捣破了几个新发现的贩毒点。你现在让我放人？你见过我喝咖啡吗？胡 Sir， 你别跟我卖关子了。是喝咖啡的人决定的。他们说以和为贵，不想节外生枝。不好意思啊，石 Sir， 我们东区警署的咖啡没有总部那么好喝。跟打嫂聊得那么开心，过来干什么？韩奎龙的儿子是人，死在他手上的就不是人。你竟然同情他，跟他做交易？哇，照你这么说，韩刚不是更活该？难道你会放过撞他的那个凶手啊？我知道你生气，但我们说好了，不可以因为公事伤感情的，对不对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你们重案组需要我们情报科帮忙的话呢，我是绝不介意贡献一下我的私人感情的。那么我想请问，你这样是公私不分呢，还是公私分明呢？我这么说，意思就是，只要是唐督察的事，义不容辞。老地方见。秦法官，还有半个小时开庭。还有，我想说，沈法官他来了。我已经退休了，不再是法官。我现在是以秦法官岳母的身份坐在这里。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就自己过来了？也就是我错了，我要不要明天再来？没事了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坐，找我有事。车被人偷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车是被人偷了，但是现在找回来了，不想惊动你们。车是用我名字登记的，现在要运输署通知我，我才知道。Sorry。我不想什么事都是事后才知道。你别忘了，兰兰的死，你还没给我一个交代。在我开庭之前，我们别讨论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我只是担心维维，你工作那么忙，车还被人偷了，什么人敢偷一个法官的车？
薇薇她很好，车也找回来了。我真的赶时间，我们再约好吗？Madam， 什么都问不出来，那小子死都不肯说。他是旧城区的人，有案底，偷过车，怀疑是戚长荣的人。我怎么都想不明白，大街上那么多车，为什么要偷秦法官家里的车？继续问吧。哦，他的律师来了，等了几个小时了，还是让他再等等。疑犯见律师是他的权利吗？让他见了。好。Madam， 现场报告有发现，见证组在出事的摩托车上找到不属于他的油漆痕迹，估计是2辆车猛烈碰撞时留下的。那他们能不能透过这些油漆痕迹找到是一辆什么车？只能分辨出是欧洲车还是日本车。通过在现场找到的车头灯碎片，见证组说很有可能是日本车，但还需要找到撞摩托车的那辆车取证化验后才可以确认。你说的是日本车？再加上有碰撞痕迹，还有现场找到了车头灯碎片。是的 ，Madam。有警察来学校了，我跑了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我是学生家长，我看到学校里面有警察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？哦，失窃报警，好，谢谢你。进来。秦法官，唐督察来了。唐督察，什么事？秦法官，请问你的车现在在哪？医生说，大哥的情况暂时稳定，但他的情况很严重。最关键的是，要看大哥能不能醒过来。我韩奎龙的儿子没那么容易死，他一定会好起来。老爸，我觉得大哥这件事应该不是意外。你现在要小心照顾你大哥，其他事情都不用管。最重要的是不要轻举妄动。一定是戚长荣他们干的，所以才会把大哥像扔垃圾一样扔在路边呢。除了他们，没人敢这么干的。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。将来我这个位置是给你大哥做的，很多事情你都不懂。他醒了之后，自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老爸，我不是想插手什么事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他不只是你的儿子，他也是我大哥。我去现场看过，有可能是撞伤大哥的人留下的。好，交给林毅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去交给警察，让他们做应该做的事。我不信他们。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尽量不让你插手？是为了以防万一。我有2个儿子，我也要留一条后路的。你真以为姓秦的那个法官有能力定我的罪，判我坐牢？浩岗有很多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
车头灯换了，但是刮痕还没有修复。是，因为这些刮痕需要留在车行慢慢修复。我看他不影响开车，就打算放假再去修。在哪里修的？哪家车行我不太清楚，因为是法院的司机安排的。喂，马上去法院指定的修车行。刚刚有一辆香槟金的雅阁，在他们车行换了车头灯，把所有的零件还有碎片全部给我拿回来。OK。是不是有些事我有必要知道？秦法官，我们现在怀疑，撞到韩刚的那辆车，就是你报失的这辆。那个疑犯认罪了？没有，他什么都没有说。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显示，这个可能性非常大。所以现在要扣留你的车，让鉴证科处理，取证、化验、核对，包括车身上的刮痕、车头灯的碎片，还有这些油漆。麻烦你在这里签个字，把车钥匙交给我。等鉴证科处理好，会通知你的。大概需要多久？放心吧，我会跟他们说一声，让他们尽快。哎，秦法官，唐督察，哇，又双剑合璧啊！这次又是哪个笨蛋这么倒霉啊？秦法官是我们法院的正义之光，现在有警队支持，名望也很高。竞选法院院长，你的声望真的很高啊！陆法官，你过奖了。哎，不妨碍你们了，双剑合璧。秦法官，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。你可以告诉我是谁动手打你的，我可以控告他。他们是不是恐吓你，想诬告你？如果你不说，他们下次可能会下手更重啊！只要你勇敢站出来，我可以控告他们过分使用暴力。不用了，我不想惹其他麻烦。你还有其他麻烦？你现在是不是要我正式接受调查？如果是的话，可能还需要一些法律文件。不是接受调查，是协助调查。跟我们回去辨认一下疑犯。今天凌晨时分，韩奎龙和戚长荣的手下为了抢地盘，大打出手，10几个受伤，3个病危，这些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。如果让韩奎龙知道撞伤他儿子的是戚长荣的人，不知道还会死多少人。那你能做些什么呢？我可以尽快抓到真正撞伤韩刚的凶手，将他绳之以法，给韩奎龙一个交代。这样是平息这场风波最好的办法。要不然，这件事只会没完没了。我知道你曾经有偷车还有偷东西的案底，但是因为未成年，所以轻判。这些都过去了。你今年18岁。他们会以成年人来起诉你。也许我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帮你求情，例如你家的情况。我来之前见过你的妈妈，她很担心你，她不停地问我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家？你妈妈说，家里不能没有你。有3个弟弟妹妹，爸爸又走了，你是家里唯一的依靠。我需要你告诉我，你被警察抓走之前发生的所有情况，我全部都要清楚，这样我才有办法帮你。
是你的代理律师，我的职责是保障你的权益。你要记住，接受任何审问的时候，你都要要求有律师在场，而我就是你的律师，明白吗？秦法官，如果你需要我走流程，正式提出申请，要求你回去协助调查的话，我一样可以做到。但我和你之间，一定要这么公事公办吗？越早解决这件事，就少一个无辜的人受伤害。秦法官，麻烦你一次好吗？好。唐督察，我希望我的名字和我的身份不要曝光。还有，虽然登记车主是我岳母，有什么事你直接找我。他毕竟是个退休法官，我不想骚扰到他。完全明白，秦法官。我知道这次的事情牵涉到韩奎龙，你会有点紧张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所有的信息绝对保密。你一会儿帮忙认一下犯人就行了。好。我们现在是去辨认室吗？当然了。在那个房间，犯人看不到你，放心。嗯。走吧。混蛋！国华，你不要冤枉我！我没有偷车！要冤枉我！我没有偷车！混蛋！我没有！安主子，我没有！我没有！警察偷车！是警察偷车！松手！索尔麦勒，40秦法官，带走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秦法官，没吓到你吧？没有。那个犯人好像认识你啊，你记不记得在什么情况下见过他？对这个人有没有印象？我记得那天我大概10点左右出门，他当时好像在我家对面有出现过。好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送你下楼。来，薇薇啊，最近家里的车被人偷了啊，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？我爸跟你说了。他当然什么都不会跟我说的，不过运输署看到车是用我名字登记的，于是就通知我说车已经找到了。你们那区本来治安一直都好好的，为什么会被人偷车呢？薇薇，你以后有什么事你要跟外婆说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啊，不要像你妈那样。外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先走了。薇薇，刚才那个小男孩，他脸上为什么那么多伤痕呢？他去捕。只不过是偷车而已，需要下手那么重吗？秦法官，他不是普通的小孩，他来自旧城区。就在上个月，我有个下属被旧城区的人捅了一刀，现在还躺在医院。开着偷回来的车，谁能确定他身上有刀还是有枪？换了是你，会不会拿自己的命来冒险？对付犯罪分子，绝对不可以手软。哎，麻烦你停一下车。一伟，一伟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车里是警察，是警察，别跑，别跑！爸爸，警察来学校找我了。我问过了，是失窃案，跟你无关，你不用怕。就让他们来抓我吧，那就不会连累你了。你以为被抓就没事了吗？
韩奎龙会放过你吗？会放过我吗？你已经长大了，你不是要报警吗？现在警察就在后面，你有什么要跟他说？你说，你跟他说。钱一伟，怎么了？让你爸这么生气啊？你是不是有话要说？没事啊。都这么大人了，有时候真不知道他想什么。年轻人就是这样。上车。法官大人，辩方认为我的当事人马山宝的行为并不是偷车，而是开了一辆不知道是已经报失的车，所以被逮捕，并且在审讯期间，有理由怀疑警方过分使用暴力，所以辩方对指控的正当性保持存疑。法官大人，辩方律师之前一直没有对警方的调查做出质疑，现在故意提出，明显是想混淆庭上的讨论重点。法官大人，辩方坚持要求取保候审，请把我的当事人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辩方律师，我会驳回你的要求，因为本席收到一些暂时不适合在庭上公开的信息。不适合在庭上公开？法官大人，有关辩方提出的所有疑点，本席认为应该由控方进行为期7天的补充侦查，到时重新开庭审讯。这7天，马山宝仍然要在警署拘留，不得取保候审。阿宝，妈，阿宝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放心吧。什么都别说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为什么要拘留他7天？你不是说他很快就能回家的吗？陈女士，给我一点时间，请你相信我。麦德，秦法官车的化验报告。为什么不直接交给重案组？龙哥信不过他们。
那我就信得过。我相信你。喂，钱法官，不好意思，又打扰你。唐督察，请说。我要通知你一声，你的车需要被暂时扣押，因为化验报告出来了，证实了你的车就是撞伤韩刚的那辆。好，我会全力协助调查。